直至第3天黄昏到来，白小纯坐在那里，缓缓呼出一口气，手中的15色火已经消散在了天地内。他闭上双眼，脑海中不断的思索。半个时辰后，白小纯双目睁开，露出一抹金芒，正要再取出一团15色火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双目一闪，抬头看向密室外。3天到了，白小纯喃喃低语，起身一晃走出密室，站在了院子里，目光落在天空上。不多时，一道长虹从远处呼啸而来，正是陈海。白老弟。陈海哈哈一笑，迈步走来，站在了白小纯的面前，脸上露出笑容，抱拳一拜。陈老哥。白小纯也笑了起来，上前迎接。白老弟，幸不辱命啊！你交代的事情，老哥已经做完了，都在这里面。陈海取出一个储物袋，递给白小纯。白小纯接过后看了一眼，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些，目内有寒芒一闪，抬头时向着陈海抱拳。二人又闲聊几句，陈海告辞离去。看着陈海的身影远去后，白小纯转身走入密室内，盘膝坐下。他望着手中的储物袋，这里面有9颗人头。这9人正是从蔡夫人那里问出的当日参与击杀白浩的杀手。他们并非都是白家族人，其中有一些是蔡夫人找来的帮手，可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，眼下都只剩下了人头。看着这些人头，白小纯脑海里浮现出当日自己刚刚到了蛮荒后看到的真正的白浩。半晌之后，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挥，立刻这9颗人头化作飞灰消散。白浩徒儿，为师帮你彻底的报仇了，也不算白用你身份一场。你若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白小纯内心喃喃，轻叹一声，从白家嫡系灭亡，直至这当初的追杀之人成为飞灰，他心底也松了口气，如同了断一场因果。此刻整个人也都平静下来，沉默许久，白小纯再次取出一团15色火，沉浸在内，开始推演。时间再次流逝，很快过去了1个月。这1个月来，白小纯沉浸在15色火的推演内，闭关不出，可他的名气却是在巨鬼城内越来越大。发生在3大家族内的一件件事情，就算是消息再不灵通之人，此刻也都知晓。对于白小纯这里，敬畏更多。再加上巨鬼王的王旨也都传开，任命白浩为监察使，赐配枪，上行宫。这一幕幕使得白浩在巨鬼城中声威更盛，凶名一样赫赫。随着白小纯凶名遍传，巨鬼城内的各方势力倒也安静下来，整个巨鬼城也都再没有什么风波掀起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恢复中。没有人能预料到，也正是在巨鬼城恢复平静后的这一天晌午，在距离巨鬼城约莫100万里范围的蛮荒中，出现了惊天动地的一幕。那里是一片被浓雾遮盖的区域，占地范围极广，足有5万里，地面大都是淤泥沼泽，没有任何凶兽能在此地生存，使得这里在很久之前就成为了死亡之地。更是在这片范围内，雾气常年缭绕，时而翻滚，扩散四周，外人目光无法穿透，也因此地死气极重。雾气内蕴含了至阴的剧毒，就算是元婴修士靠近，也都无法坚持太久，一旦中毒时间长了，必定魂耗魄丧。故而这里早已被视作禁区，平日里几乎无人到来，就算是有魂修路过，也都带着谨慎远远绕开。可若是有大能之辈站在天空上低头看去的话，隐隐的可以看到这片区域内那浓郁的雾气中存在了一处奇异的建筑，像是一个巨大的茶壶。在这茶壶的四周，雾气内存在了不少的魂。这些魂与外面的冤魂不同，他们双目内闪动红芒，似乎更为狂暴，头生独角，仿佛厉鬼。不过这些狂暴的厉鬼，他们只是在这茶壶四周飘荡，从不飞出雾气，似乎只要不去主动招惹，就不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此地正是独属于皇族的8大秘境之一——炼魂湖。关于炼魂湖的形成与来历，已无从考究，只是知道此地一切造化都属皇族所有。此地原本因雾气弥漫，常年封印，只有在特定之日才会开启。在今天，不知为何，整个炼魂湖突然震动起来，随着震动，大地也都颤抖，更有一声声轰鸣巨响从那炼魂湖内爆发出来。在那爆发中，四周的雾气强烈的翻滚，慢慢升空，最终居然在这炼魂湖的上方苍穹中形成了一朵诡异的黑花。这黑花有5片花瓣，每一个花瓣上都赫然烙印着一张鬼脸，盛开在了天地间，甚至那雾气的环绕，
竟也化作了一个鬼脸的样子，远远一看，触目惊心。几乎在此地出现变化的瞬间，第一个察觉的正是巨鬼城内的巨鬼王。他原本正坐在王殿内，听着吴长恭搜集的关于九幽城的事情，目中有寒芒不时闪动，正要开口，可却面色倏地一变，猛地抬头。鬼王花！巨鬼王气息波动，在吴长恭的一愣下，其身影刹那从王殿内消失，出现时赫然在了苍穹上，一步走出，超越闪电，几步之下就出现在了炼魂湖所在之地。看着那雾气升空凝聚而出的黑色花朵，巨鬼王的目中露出金芒，深深地看了眼炼魂湖后，他转身一步，消失无影。出现时已回到了王殿中，挥散了吴长恭，闭目沉思，面色阴晴不定，看向葵黄城的方向。同一时间，距离这里很是遥远的葵黄城内，皇宫中有一处大殿，这大殿空旷，只供奉着8片古朴破旧的碎骨。可就在这时，其中一块碎骨上猛然间出现了大量的黑气，这黑气眨眼间凝聚在一起，赫然也形成了一朵一模一样的黑雾之花。在这朵黑雾之花形成的瞬间，大殿外守护在此地的几个老者原本盘膝打坐，可却一个个瞬间面色变化，转身直接冲入大殿内。当看到那块碎骨上的黑色花朵后，他们不由心神一震。鬼王花开！这几个老者相互看了看后，立刻取出玉简，将此事告知皇城的大天师。炼魂湖动，鬼王花开，8大秘境开启一处此花对巨鬼王至关重要。天师殿内，葵黄城的大天师此刻缓缓睁开双眼，遥望远方。他所看的方向正是炼魂湖所在之处。沉思时，忽然殿外有人禀告：“天师，红尘仙子求见。”“不见了，通知下去吧。”鬼王花，有缘者得知。大天师双目一闪，缓缓开口。就在这鬼王花开之时，随着大天师的宣布传遍整个葵黄城时，白小纯这里也终于在耗费了6份15色火后，渐渐掌握了炼制的方法。他激动中取出一座魂塔，一拍之下，大量的冤魂瞬间飞出，环绕四周时，白小纯深吸口气，定了定心神，开始炼制15色火。白小纯虽对于15色的配方通过逆向推演掌握，可实际去炼制还有一些难度，需不断的熟练才可。好在他的冤魂数量足够他去挥霍，此刻闭关中开始一次又一次的炼制，每次失败后，他都立刻总结经验，寻找失败的原因再去化解。如此一来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炼火之法越来越娴熟，最多10次必定可以彻底掌握。白小纯振奋激动，再次取出冤魂炼制时，此刻葵黄城内因鬼王花开之事已然四方云动。鬼王花开，传闻这皇族8大秘境中的炼魂湖内有一朵一代葵皇亲自种下的鬼王花，其果实吞下后可修复神魂，让自身圆满，驱除一切隐疾。此物还有一个作用，可以让人完美化去全身修为，重焕功法。这还是其次，我还听说这鬼王花的果实能让亡魂再生。一时之间，整个葵黄城沸沸扬扬，各种传言比比皆是。那些葵黄城内的权贵之辈纷纷心动，这鬼王花对于巨鬼王有大用，对于他们来说用处也不小。议论之声在一处处奢华的府邸内此起彼伏，可却没有轻举妄动。毕竟这炼魂湖属于皇族所有，虽有法令说有缘者得知，可具体规则还需皇宫下达。就在葵黄城内众人讨论与等待时，一道法旨从皇宫内传出：炼魂湖是我皇族8大秘境之一，此番开启，遵大天师之意，有缘者得知，但元婴以上不得入，元婴以下不可入，唯元婴境可入内或造化。上至皇族，下至诸侯，任何一方只可派1人前往，不可多出。这道法令传出后，葵黄城内的权贵们纷纷心思电转，对于这个旨意详细的解读后，一个个都若有所思。很多人都同一时间看向远方巨鬼城所在的方向，他们知道这一定不是葵黄下旨，而是大天师之意。可在如今的葵黄城内，大天师的声音比葵黄还有威严，还要权重。不过诡异的是，这些权贵竟纷纷沉默下来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很快的，随着葵黄旨意传下，此事飞速传入到了九幽王的耳中。九幽王盘膝坐在九幽城王殿内，其身影魁梧高大，身边竖着一把巨大的战斧，
此刻看着手中的玉简，他咧嘴一笑，缓缓抬头：“巨鬼，你想要这朵鬼王花，老夫偏偏不让你入院。”他与巨鬼王在多年前就不和，若非是有一些原因使得他无法亲自出手，怕是之前巨鬼王衰变虚弱时，他就不是隔空一击打开了三大家族的叛乱之胆，而是亲自出手了。宣世子周弘，来见本王。九幽王冷冷一笑，目中露出冷厉，声音传出，回荡四方，更是拿出古简，传音所有与九幽城有关联的权贵家族，交代一番。同一时间，在那斗圣城内一处山峰顶部，一个穿着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背着手站在山顶。他的身体看起来不如九幽王魁梧，可他站在那里，如同这天地内唯一的身影，似乎他身上的威压可以压制苍穹大地。这青衫男子正是斗圣王。有意思，这鬼王花已花开4次，之前几代巨鬼王都陆续成功的获得了4次，那么这一次对这一代的巨鬼王而言最重要了。一旦他获得，就可形成5行格局，从此其功法的隐患将彻底抹去，不会再有衰变期。那么这一次，无论是谁获得，都能以此从巨鬼王那里换取足够的让巨鬼王肉痛的宝贝。青衫男子眯起双眼，脑海里浮现出巨鬼王的那可炼化万物为大药的丹瓶。叶儿，来见我。青衫男子沉吟后微微一笑，声音传出。九幽王、斗圣王都起了心思。与此同时，灵灵城内4大天王中的灵灵王一样心动。这灵灵王身体肥大，坐在那里如一座肉山，甚至比当年的张大胖还要夸张。可这蛮荒敢对他露出嘲讽的人，凤毛麟角。此刻他坐在王殿内，四周环绕大量侍女，手中拿着酒杯，目内却露出金芒。巨鬼王这次惨了，估计所有人都想要恶心他，要趁火打劫了这么个机会，本王岂能浪费？灵灵王哈哈一笑，猛地抬头，向着外面大吼一声：“珊珊，本王的乖女儿，你不是天天找人斗法吗？父王给你一个机会，去炼魂湖，你打了谁都不要紧，记得把那鬼王花的果实给你爹我带回来。”随着话语传出，这灵灵城内一处别院里传出一声轰鸣巨响，一道身影骤然飞出，英姿飒爽，可却战意腾腾。3大天王的举动如同风向标，立刻就引起了魁皇城内的连锁反应。很快的，各个权贵的家族内就有一道道声音传出：一家只能派出1人吗？此事或会得罪巨鬼王罢。4大天王的纷争，我周家还是不参与了。巨鬼王虽是半神，可我李家与九幽王交好，却是不得不去啊。也罢，我李家麒麟子正好在这炼魂湖内扬名。好久没有这种涉及几乎大部分家族的争夺了。小辈元婴这一代的，趁这个机会皆能崛起。虽会得罪巨鬼王，但有斗圣王在，我们也不怕。这一幕幕事情在蛮荒中很多区域同时上演，而这一切更是通过无常公布志在8方的眼线，快速的将消息传递回来后，他面色阴沉，直奔王殿而去。不多时，当他离开后，王殿内传出巨鬼王的一声怒吼。巨鬼王喘息呼呼走下王椅，眼中寒光浓郁。实际上不用无常宫的密报，他就可以猜出这鬼王花的出现必定引动风云。实际上他衰变期结束，重回巨鬼城后，就始终在心中挂念炼魂湖。算算时间，他知道那朵鬼王花应该快要第5次开花了，所以他让无常宫去安排，无论是盯着其他几个天王，还是去找大天师沟通，试图让大天师同意将这一次炼魂湖的名额只给巨鬼城。可显然大天师对此拒绝，哪怕巨鬼王以人情去换也是如此。显然这里面不无敲打之意，这就让他内心怒意弥漫，但却没有什么办法。实在是那手段高超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天师让他极为忌惮。都知道这鬼王花对我极为重要，这3个老不死的要打劫我，更是明面上压制我的势力，使与我巨鬼城交好的势力退出这一次争夺。哼，3王联手还是其次，大天师的态度才是重点。巨鬼王咬牙，可那炼魂湖他去不了，与大天师的命令无关。那炼魂湖特殊，天人以及半神根本就进不去。不过，你们真的以为本王没有准备吗？巨鬼王冷哼一声，脑瞬间就浮现出了一个人。想到此人，巨鬼王忽然笑了。这个小滑头也该让他吃点苦头了。
本王的脑袋可不能白白被拍。想到这里，巨鬼王立刻传下王旨：赵白浩，让他速来见本王。巨鬼王的召见之令传出时，白小纯在其闭关的密室内正炼制15色火，他已失败了10多次，此刻双目内带着执着，全神贯注，操控手中的火焰，吞噬四周的冤魂，不敢有丝毫的放松，直至火海爆发。那些冤魂都被融入后，白小纯双眼赤红，右手猛地一握，轰鸣中扩散四方的火海瞬间凝聚，似被他一掌握住。激动中，白小纯深吸口气，慢慢松开手掌，看着此刻在掌心内的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他的脸上露出笑容，很快就大笑起来。终于成功了！那团火焰闪动15色的火光，蕴含了某种天地之意，正是15色火。将这团火炼制出来，也就代表着白小纯不再是黄品炼魂师，而是玄品。整个蛮荒，玄品炼魂师不说凤毛麟角，可也不过100人而已。眼下，白小纯凭着他自己的不断研究推演，终于晋升到了这一个层次中。正得意时，忽然的，从他闭关之地外有声音急促传来：“大总管，王爷召见，让您速去。”白小纯一愣，有些诧异，琢磨着为何王爷每次找自己，都是自己正打算出关的时候。不对啊，莫非他能看到我？白小纯立刻就紧张着慌，怀疑的看向四周，赶紧将手中的15色火收起，表情变化一番，又觉得此事不大可能。带着迟疑，慢吞吞地走出闭关之地后，白小纯立刻就看到在外面有2个侍卫正恭敬地向着自己拜见。王爷找本总管什么事？白小纯看了看那侍卫，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。这2个侍卫迟疑，知道白小纯权势盖天，不敢得罪，于是低声解释了一下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鬼王花的事情，猜测或许与此有关。白小纯一听，立刻就吸了口气，心里一阵哆嗦。整个蛮荒的原因，天骄豪雄都会去，太危险了呀！想到这里，白小纯忽然面色大变，直接就喷出一大口鲜血，退后几步，哀声传出：“我修炼出了岔子，你们去回禀王爷，就说容我先闭关半载调理一番。”说着，白小纯赶紧退回到闭关之地，砰的一声，大门紧闭。这一瞬变化太快，那2个侍卫顿时傻眼。巨鬼王的神识不可能天天去覆盖整个巨鬼城，尤其是眼下他正思索自己的计划，在召见白小纯的过程中，便将自己的计划从头到尾在心神中又过了一遍。实在是那鬼王花的果实对他太重要了，前几代巨鬼王都没有等到足够的时间，到了他这里后，已积累了4枚，只差最后1枚就可5行俱全，彻底化去功法缺陷。所以他容不得出现丝毫意外，一定要确保自己这一次有十足的把握获得鬼王果。毕竟这鬼王果若是被其他人拿走，自己想要换取，被动不说，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波折与意外。若能自己获取，才是最稳妥。也正是此刻，那2个侍卫归来，吞吞吐吐地说出白小纯那里修炼出了岔子，要继续闭关半年的事情。巨鬼王一瞪眼，立刻就头顶冒火，蹭地站起，身体一晃，瞬间消失。出现时，赫然在了白小纯的别院内，无视闭关之地的阵法，直接就一步踏入进去，赫然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密室内。巨鬼王刚一进来，正好好的，就看到面色苍白的白小纯按着胸口喷出一大口鲜血，眼神似乎都有些模糊了。这时仿佛才看到密室内多了一个人。愣住后，白小纯勉强站起身，面无血色，颤抖的一拜：“卑职拜见王爷。”巨鬼王也愣了一下，那一口鲜血喷得很多，尤其是此刻的白小纯，看起来明显是身体虚弱不少。他神识一扫，也看出白小纯体内的修为紊乱，面色不由得沉了下来。“怎么弄的？”巨鬼王低沉问道。王爷白小纯惨笑，苦涩摇头，深吸几口气后，擦去嘴角的鲜血，低声回答：“卑职想要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可无奈修为不够，心急之下想要强行突破元婴初期，不料出了岔子。”白小纯面色苍白，声音也都虚弱无比，可目中却露出坚定：“不过王爷放心，只要给我半年时间，我一定可以伤势恢复。”白小纯努力地抬起手，一拍胸口，露出一副为了王爷可以殒身不逊的姿态，但暗中却偷偷观察巨鬼王，心底琢磨着
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去那危险的地方，还是在巨鬼城安全。巨鬼王神色变得玩味起来，打量了白小纯几眼，面皮抽动了一下。他才不信事情这妖巧。鬼王花开，风起云涌的当口中天骄即将齐聚争锋的时候，这白浩恰好就修行出了问题，此刻没时间与白小纯废话。他右手抬起，手心内立刻就出现了一枚丹药。这丹药白色，散出柔和的光芒，其内隐隐有一条龙影，药香惊人，眨眼间弥散八方。白小纯看到后，眼都有些直了，更是连连吸气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蛮荒看到丹药。他身为炼药大师，眨眼间就分析出这丹药是疗伤圣药，比之神虚丹还要有奇效，可以说是他前所未闻之丹。这种丹药在通天河区域内都少见，更不用说没有丹药的蛮荒了。显然是这巨鬼王的珍藏之物。此丹名为破天造化丹，一生只能吃9粒。本王的衰变期就是因吃下了9粒此丹才会缩短，而其他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吞下后就可瞬间恢复。可你想好了，这一次你就算是重伤，但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而这丹药，你若不吞，你就算是此番任务失败，老夫也不会为难你。可你吞了后，就一定要完成任务。巨鬼王淡淡开口，却蕴含不容忤逆的威严，目光炯炯，看向白小纯时，右手一弹，这枚丹药直奔白小纯口中。白小纯吓得全身一个哆嗦，在那丹药临近后，立刻就一把抓住，哭丧着脸，眼巴巴地看着巨鬼王，内心暗骂不已，可却无可奈何。他看出了巨鬼王目中的坚决，他明白，的确如对方所说，这一次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了。想到这里，白小纯尽管内心委屈，可表面上却容光焕发，体内传出咔咔之声，刚才还紊乱的修为，眨眼间就恢复如常。王爷放心，卑职一定尽可能完成任务。白小纯大声说道。伤势好了？巨鬼王笑眯眯地说道。咦，王爷您不说，我还没发现，真的好了呀。上次我修为突破，就是因为拜见了王爷，如今伤势痊愈，也是因王爷亲至探望啊。王爷您真是神武盖世，龙飞9天，一道目光就让卑职好似吃了疗伤圣药一般啊。白小纯脸不红气不喘，目中充满狂热地拍着马屁。巨鬼王轻咳一声，对于白小纯的脸皮，他心中有数，此刻也不去在意白小纯的滑头，而是神色肃然下来，交代一番。白小纯打起精神听着，将这件事情完整的听完后，他刚开始还松了口气，觉得自己这么厉害，谁敢惹自己，出手就镇压。可听着听着，白小纯就心跳加速的睁大了眼，一想到这一次所有人联合在一起对付巨鬼王，白小纯就胆突突了。那可是几个天王派出的世子啊，还有葵黄城内那些权贵之家的天骄，这些人就算不全部都是天兽魂元婴，可里面也必定有那么一些。况且这些人联合在一起，白小纯不停吸着气，脸都跟着又白了起来。实在是去的人，必定都是天骄豪强。自己虽然厉害，可猛虎架不住群狼，稍微一个不小心，估计小命就危险了。该死的，为啥非要让元婴去啊？这要是去的都是结丹，该多好啊！白小纯欲哭无泪。他虽觉得自己很强，可还是没把握。但眼看巨鬼王的不容置疑，只能硬着头皮用力点头。不过你也不用有太大压力，有本王的配枪以及那破天造化丹，你自保还是可以的。况且本王也有安排的，只要你进了炼魂湖内，一切就没问题了。巨鬼王看着白小纯，沉吟之后叹了口气，安慰一番。眼看白小纯还是愁眉苦脸，巨鬼王低喝一声：“你别忘了，你我之间还有禁制，本王岂能让你去送死？”这句话总算让白小纯心情好了一些，心中已经琢磨好了，自己就去那炼魂湖转一圈，谁也不招惹。想来这样的话，也就没人来理会自己了。且按照巨鬼王的意思，似乎是有帮手，这让他心底更安稳了一些。巨鬼王又交代一番，临走前又给了白小纯一个丹瓶，里面的破天造化丹居然有8粒，加上之前的那一枚，正好9枚。白小纯看到后，也都惊讶巨鬼王的手面，内心安稳更多。做完这些，巨鬼王这才带着白小纯离去，直接让吴长恭亲自陪同，与白小纯一起乘坐巨鬼舟，在当天就离开了巨鬼城，直奔炼魂湖所在之地。苍穹上，
一艘黑色的战舟展开惊人的速度，破空远去。舟首有一尊巨鬼雕像，散出黑芒，使得整个战舟气势惊人。此刻，战舟甲板上，白小纯长吁短叹，无精打采的愁眉苦脸。一旁的吴长恭神色饶有兴致的看着白小纯，哈哈一声：“白总管，当初3大天人追杀，都不见你皱眉，如今怎么苦着脸？”这不废话吗？白小纯内心嘀咕：3大天人追杀时，自己底牌很多，且知道巨鬼王几天就可恢复，所以才拼了命。可眼下的事情与3大天人追杀时没法比。不过表面上，白小纯觉得自己不能虚了，更不能怂，于是一挺胸，傲然的砰砰拍了几下。吴长恭看错了，我哪里是皱眉，我这是深思，也没有苦着脸，我这是在积累杀机。白小纯义正辞严的说道。吴长恭神色更为怪异，笑了笑，不再言语。二人接下来一路无话，战舟速度飞快。渐渐的，白小纯察觉到地面上有无数魂影形成了魂巢，竟与他们一个方向。每次炼魂壶开启，都会吸引大量的冤魂，如本能一般涌入进去。吴长恭顺着白小纯的目光，也看到了地面上的魂巢，随口解释了一句。白小纯内心一惊，越发觉得这炼魂壶不一般。正琢磨自己的安危时，时间已过去了1个时辰，这艘战舟也靠近了炼魂壶所在范围内。此刻天色昏暗，原本晴朗的苍穹也都阴沉下来。远处天空上，一朵黑雾形成的鬼王花惊魂摄魄，在这鬼王花的四周，还有无数冤魂缭绕，铺天盖地般，气势惊人，旋转形成风暴，卷动八方，使人无法太过靠近。而眼下，白小纯来得早了。四周还没有其他人到来，他们毕竟距离最近，如今是第一个到来者，这也就给了白小纯足够的时间，让他去观察此地。很快的，他就顺着那鬼王花看到了地面上那尊足有万丈的大壶。此壶通体黑色，给人一种沧桑之感。从那壶嘴内散出阵阵黑雾，不断升空，融入到那鬼王雾花中。正是炼魂壶。白小纯吸了口气，内心震动。他第一眼看到此壶，就有种感觉，此物或许是个法宝。这炼魂壶内有天地，来历神秘，传闻很多，有说是天外之物，也有说是一代魁皇遗宝，已不可考。而那鬼王花，就是在这壶内中心区域的盆地里。一会儿你进去后，里面虽很是庞大，可只要向着中心飞去，就可找到那处盆地所在。不过按照记载，每次雾花先出，而真正的鬼王花本体还需过一段时间才可成熟。吴长恭在白小纯身边解释起来：“此番你只要能获得鬼王花果，出来后老夫会保护你。若有人敢在外面出手抢夺，王爷也会亲自到来。不过在里面就要靠你自己了。”吴长恭叮嘱一番。白小纯闻言立刻发愁，琢磨着自己小心一些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此时此刻，在二人远方，苍穹上有一道道长虹正呼啸而来，直奔此地。这些人有的来自魁皇城，有的则是来自其他3大天王的城池，通过传送阵到了附近，展开全速疾驰临近。吴长恭神色微动，抬头看去时，白小纯也赶紧望了过去。就在白小纯目光扫过的瞬间，远处2道长虹惊天划过，速度之快，掀起阵阵破空之音，尖锐刺耳，传遍八方的同时，那2道身影在眨眼间就出现到了此地。其中一人是个老者，满脸皱纹，穿着一套黑色的长衫，目中有些昏暗，一副很没精神的样子。可他站在那里，却似乎与这天地融合在一起，甚至神识去看，都无法看出此人存在的痕迹。他的目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后，冲着吴长恭微微一笑，二人对望，彼此隔空抱拳示意。老者的身边站着一个青年，这青年穿着一身紫色的长袍，神色桀骜，有莫名的威严，尤其是他的双眼极为锐利，一身元婴大圆满的修为散开四方，配合他身上的气势，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，可以碎裂一切看向他的目光。而他的目光同样在白小纯身上扫过，冷笑几声，随后无视地站在那里，遥望炼魂壶，目中有光芒闪耀。这二人的出现立刻就引起了白小纯的重视，他身边的吴长恭也是双目微微收缩，在白小纯耳边传音：“这是九幽王世子周弘，此子冷酷，杀戮极多。”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，他也不知怎么的，在看到这周弘时，
有种奇异的感应，知道他是天兽魂元婴。白小纯琢磨着，或许与自己的天道元婴有关。此刻若有所思的看去，只见那周红一身气势惊人，且身为世子，必有半神秘法，一看就是不好惹的样子，很符合他心目中对于天骄的定义。单独打斗，我也不怕他，不过这家伙有个好爹啊，还是别惹他了。白小纯打定主意，正这么想着时，远处又有长虹划过天际，同样是两道，刹那临近，化作了两个女子。这两个女子一老一少，老妪穿着宽大的白袍，神色平静，可她身边的少女却是一脸飞扬跋扈，目中有战意盎然。那双玉手上戴着紫色的手套，整个人看似秀美，可那骨子里的暴力让人一眼就能看出。在这少女到来的同时，周红那边眼皮一跳，似有些忌惮，竟不敢去看的样子。这一幕立刻就让白小纯吸了口气，暗自心惊。零陵王郡主许山此女性格暴烈，一言不合就会暴怒出手无常功的声音，在白小纯耳边悠悠回荡。这蛮荒的天骄怎么一个个都很暴虐的样子？这许山也是天兽魂大圆满，且似乎肉身极强啊！白小纯眼皮跳动几下，看着许山，琢磨着此女脾气不好，就连周红都忌惮，自己还是别盯着看了。正要收回目光，忽然的，那许山凤目一瞪，直勾勾地看着白小纯，似跃跃欲试，目中战意也都强烈起来。好在其旁那老妪咳嗽一声，这许山才有些郁闷地退后几步，可那眼神中的战意依旧明显。白小纯有些发懵，暗道自己没得罪这暴女啊，对方怎么一看到自己就要出手？这里太野蛮了，蛮荒果然不适合我啊！白小纯感慨时，此刻天边一道道长虹急速而来，足有数十人，都是蛮荒各方势力的天骄之子。他们的身边都跟随着类似护道者的存在，虽不如四大天王安排的天人护道，可也都是半步天人的强者。降临后，这些人立刻散开，有的到了周红身边，有的到了许山那里，还有一些则是单独汇聚在一起，不时看向天空，似在等待某人到来。小狼神、李天胜、赵东山、妙离儿随着这些天骄的来临，吴长恭一一为白小纯介绍起来。每说一个名字，白小纯就顺着吴长恭目光看去，越看越是心惊。那小狼神是一个脸上杀机明显的青年，目光极为凶残。至于李天胜，虽好一些，可神色内的阴冷也让白小纯感受到此人不好相遇。还有赵东山，那是一个极为魁梧的大汉，似有部分土著血脉，站在那里如一座小山，甚至在手中还拎着一把巨大的狼牙棒，很是彪悍。这数十人中大都是男子，女子不多，其中有一个女子让白小纯多注意了几眼，此女正是吴长恭口中的妙玲儿。实在是这女子衣着暴露，身姿更是婀娜，她站在那里似香风阵阵，使得身边不少天骄都目中火热地打量着，而她丝毫不介意，时而巧笑嫣然，风姿绝代。尤其是在注意到白小纯的目光后，她掩口一笑，莲步轻移交错，两条白皙的也跟着轻轻地挪动了一些，让一旁的赵东山呼吸似都急促起来。这蛮荒的女子穿着真是大胆啊，不过比我家的宋君婉还是差了不少。白小纯偷偷看了看后，内心品头论足一番，同时心底敲鼓。这些人虽看起来都是俊男美女，可那一个个身上的煞气显然杀戮都不少，尤其是他们的站位更是表露出了势力。我代表巨鬼王，巨鬼王的势力呢？怎么没人站在我这里啊？白小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难道还没来？又或者藏在众人里？白小纯惊疑，目光扫过众人，心底猜测到底哪些人是巨鬼王安排的帮手，可他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，心底不由得有些怀疑了。很快的，又有一道道身影从四方呼啸而来，渐渐越来越多，其中一半都是跟随而来的护道者，他们大都沉默不语，只有不多的一些彼此交谈。至于另一半人，才是此番要进入炼魂湖的元婴天骄。白小纯打量他们时，他们的目光也都在观察白小纯，神色内有的轻蔑，有的冰寒，还有的则是露出感兴趣之意。显然在来此之前，他们就通过各种消息对于白小纯这里有所了解。白小纯心底更为紧张，看出这些人的目光似乎没有多少善意，正忐忑时，忽然四周众人都安静下来，就连吴长恭也都双目微微一凝，看向远处时，只见一道长虹从远处轰鸣而来，
速度之快，刹那临近。来者只是一个人，没有护道者跟随，一身气势惊天，似乎他的出现就压制了此地所有天骄。那是一个穿着青色长衫的青年，神色淡然，似这天地间很难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动容。此刻一步步走来后，四周天骄纷纷低头拜见，尤其是之前那些单独聚集在一起的众人，更是簇拥上来。见过小圣王，拜见小圣王。声音起伏，传遍四方。这青年没有理会，站在那里，闭上了眼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没有去看白小纯丝毫。周鸿目中露出不服，可却忍住。而那零陵城的许山目中战意更为盎然，似乎对他来说，对这小圣王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白小纯。此人是斗圣王之子，被誉为小圣王的公孙义。吴长恭凝重传音，白小纯叹了口气，这小圣王在他看来已经超越了大圆满，怕是距离半步天人只差一丝。正想问问吴长恭自己的帮手在哪里时，远处又有长虹到来。这一次到来的是3个人，最引人注意的是前方那一男一女，男的俊朗非凡，女的绝美无双。2人的出现立刻就引起了众人目光的凝望。二皇子，那是大天师的弟子陈曼瑶。众人声音传出的同时，吴长恭也在为白小纯介绍，可白小纯脑海嗡的一声，似什么都没听到。他的眼中此刻只有那风华绝代般容颜绝美的身影。来临的女子正是陈曼瑶，她依旧还是如白小纯记忆里一样的美丽，吹弹可破的肌肤，完美的身姿，还有那一头长发，使得她整个人如同仙子一般，让人看了后会不由自主的怦然心动。只是她的目中似乎有一抹化不开的忧愁，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也多了一丝柔弱。可这一丝柔弱却让她的美丽更为璀璨。陈曼瑶白小纯神色内有外人看不出的复杂，她来到蛮荒这么久，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陈曼瑶，逆河宗弟子，与白小纯一路去了星空道极宗，来到了长城后消失无影。尽管白小纯能猜到此女的去处，可如今还是在亲眼看到后，心中恍惚，逆河宗的记忆慢慢浮现心中。依稀他还记得当初为了此女送来的疑似情书，侯小妹、宋君婉的不满，还记得徐宝才似乎对着陈曼瑶暗中爱慕依旧。而现在的陈曼瑶修为与白小纯记忆里完全不同，一身元婴气息极为深厚，显然回到蛮荒有了不浅的造化。陈曼瑶的出现敲开了白小纯的记忆，让他在这一瞬对于逆河宗无限的思念，可最终还是要面对现实，他在蛮荒距离逆河宗太遥远了。诸位道友，人已齐了，老夫除了护送二皇子来此外，还奉大天师之命负责此番炼魂湖的开启。在白小纯这里内心恍惚时，二皇子与陈曼瑶身后跟随而来的第3人此刻沙哑开口。这是一个中年男子，面无表情，目中冷漠，就连声音也都沙哑中带着阵阵冰寒，回荡四方时让白小纯这里深吸口气，从恍惚中苏醒，复杂的看了眼陈曼瑶后，白小纯平静下来。无常道友、云山道友还有红罗道友，还请助老夫一臂之力。中年修士淡淡开口，一步走出，直接就到了炼魂湖的上空。与此同时，吴长恭以及护送周鸿、许山的那男女2老也都点头后迈步走出。4人同时站在炼魂湖上，各自掐诀之下，天人之力轰然降临，形成一股浩荡的波纹，落在了炼魂湖上。很快的，在阵阵滔天的巨响下，炼魂湖猛地震动，从湖嘴内有更多的黑雾翻滚冲出，在这天地间向着四周不断的扩散开来。你们还有1炷香的时间准备，1炷香后我们会将炼魂湖开启。你等立刻踏入炼魂湖，此湖我4人只能开启半炷香时间，所以半炷香内必须全部进去，过程中难以出来，唯有花开后炼魂湖才会自行开启。你等要在1个时辰内全部出来，迟则危机。主持此番炼魂湖开启的中年男子声音冰冷的回荡，立刻四周众天骄一个个也都紧张起来，彼此修为运转，默默等待的同时，也暗中相互打量，似有传音。白小纯看着那炼魂湖嘴，心底琢磨着一会要不要磨蹭一下，可无论怎么磨蹭，也很难拖延半炷香的时间。罢了，白小纯正郁闷时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
隐隐察觉，就这么一会，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已经超过了数十道之多。他狐疑地看向四周，这一看之下，白小纯顿时警惕。他看到这四周的天骄，几乎所有人此刻都若有所思，目光打量自己时，明显不怀好意。就算是那周红、许山以及公孙毅，目光也都如此后，白小纯暗道不妙，他们果然联合在一起了。白小纯呼吸有些不稳，这是他最担心的局面。这群人若是一起出手，白小纯琢磨自己再强也没用啊！这可是上百人一个个展开杀手锏，天人都要头痛。